去自杀的路上，我目睹富二代撞死一家3口后找人顶包。涉事路口没有监控，我成了唯一的目击证人。想起滚落机盖的婴儿头颅和富二代轻蔑的嗤笑，我站上法庭做了伪证。10月13日，大雨，窗外是轰鸣的暴雨，肃穆的法庭里隐隐低沉的震颤，深秋潮湿的气息让空气也湿漉漉的。法庭里的每一个人的肩头和发梢都有清晰可见的水渍，再大的伞也不可能让人滴水不沾。控方证人陆成，请上庭作证。我缓缓走进证人席，向法官和众人微微点头致意。控方律师梁谨言向我提问，他是我的小学同学，没想到多年后我们会以这样的形式再次见面。陆先生，请问9月10日清晨5点左右，您在哪里？我在边城新区金海路口的新景公园的凉亭里。这个时间您在那里做什么？自杀。旁听席发出一阵小小的惊讶声，梁谨言的眼神明显动了动。为什么自杀？个人隐私，而且与本案无关，不便透露。那么请问您当时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一起车祸，很大的响声。您上前查看了吗？看到了什么？我过去了，我看到3具尸体。梁谨言皱了皱眉，他紧紧地盯着我，而我只瞟了一眼，就避开了他的目光。梁谨言抿了抿嘴，调整了一下情绪。陆先生，请问您只是上前查看，如何确定是3具尸体的？我可看到很多的血，满地都是血，身体残破不堪，不可能还活着。仅仅是看一眼就确定不可能还有生还可能吗？是的，所以我认为车祸后行凶杀人的指控不可能。证人请不要臆测案情。旁听席上传来一阵低沉的近乎是嘶吼的呜咽，那是早已哭哑的嗓子从喉部发出的震颤。我抬眼望去，是死者家属4位老人与履蜷缩的身形，像几团燃尽的皑皑灰烬。他们怀抱着3个相框，里面是一家3口的遗像。女人的照片笑得很甜，大概20多岁，笑容里还挂着未褪去的少女的稚嫩与青涩，眉眼里都是对未来与生活的期许。男人和他差不多的年纪，笑得有些搞怪，有点像是在故意扮鬼脸。他的脸上还带着几分懵懂与顽劣，他缩着脖子，夸张地咧着嘴角。至于那个还不到1岁的小男孩的遗像，我没敢直视。梁谨言咬紧了牙齿，太阳穴的青筋凸起，他俯向我的身前瞪着我。陆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控方律师，请注意你的行为，不要干扰证人。梁谨言悠长地喘息着，试图平复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带给自己的打击。陆先生，请问您看到了驾驶肇事车辆的司机吗？看到了。是谁？我抬起头望向被告席2个男人，瘦高的是谭凯，谭氏企业的大公子，正在气定神闲地看着我，他的脸上甚至有淡淡的微笑。矮胖的中年男人叫李旭东，是谭家的司机。我看见肇事司机了，我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音量。是谁？是他。我伸手指向李旭东的方向，旁听席上一片哗然，梁谨言惊恐地看着我，满脸的难以置信。陆成，你疯了？你跟我怎么说的？你怎么答应我的？你的良知呢？你特么还有半点人性吗？你看到豆豆遗物的时候掉的眼泪也是骗我的吗？陆成，你特么不是人！我望向旁听席，2位抱着遗像的老人已经昏厥了过去，记者的闪光灯闪得我双眼一片花白。梁谨言冲上前，歇斯底里地厮打着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控方律师的身份。肃静，肃静，休庭，休庭！梁谨言被法警拉开，旁听席上充斥着谩骂声，各种杂物纸团炮弹一般向我袭来，我没有躲避，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谭凯一脸轻松的微笑，向我微微点头，又向远处的旁听席最后一排的秘书比了个 OK 的手势，秘书点头会意，操作着手机。走出法庭，拿回手机，来到洗手间，到账80万元。我怎么可能忘记那天发生的事情？那本是我打算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天，却没想到提前见识到了地狱。9月10日，晴。我的口袋里有手机、1盒烟、1个打火机、1瓶安眠药，手里是1瓶高度白酒。凌晨4点，我走出了家，没有带钥匙，我决定死在今天的日出中。走到路口的街心公园，初秋的深夜是那么让人迷醉，天边已有晨曦的微光，距离日出还有一会儿。我点燃一支烟，打开酒瓶盖，抿了一口，痛快，像吃下酒菜一般，把1颗安眠药扔进嘴里。照这个喝酒吃药的速度，我估计我还能撑1个小时。身后传来一阵轻柔的摇篮曲，回头看，是一家3口，妈妈轻柔地唱着，爸爸手里提着医院的药袋，应该是刚带生病的宝宝看完急诊。歌声是那么的温柔，我的眼皮越来越沉，心里没有不舍，满是舒畅与感激。我好爱这个世界。一阵巨大的轰鸣让我心脏一颤，本已昏昏欲睡的我此时被吓了一个激灵。不远处是撞击产生的烟尘，这轰鸣让我心悸耳鸣。是车祸，看这动静事情小不了，我想上前查看，一起身就双腿一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我挣扎着半跪半爬地向现场靠近，我能在临死前救一个人吗？救一个本该有权利活下去的人也好。灌木丛中有一双脚，我爬过去，却一头栽进了一条未竣工的壕沟。我想说话，想问问那个人还活着吗，却发不出声音。妈的，
真晦气，这大晚上的在路上瞎溜达什么？特么的吓我一跳。一个男声传来，哎呀哥哥，你看我头都破了。哎呀，还有胳膊。哎呀，你看我丝袜。醉醺醺的女声传来，我特么车都废了，你跟我说丝袜，再逼逼抽你。在我的侧后方，一个微弱的女声气若游丝，女人大口的吐着血，半边脸都没了，两条腿如同面条一般甩在地上，一只胳膊连着大半个肩膀都已经反折到了身后，可她还是想靠自己还能动的唯一一只胳膊挣扎着想起身。女人的下巴好像也掉了，每一声咳嗽都喷出鼓鼓的鲜血和气泡。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可还是在用喉咙，用自己身体里最后的气息用力地冲击着自己的喉管，发出难以分辨的哀鸣。这声音用尽了她最后的气脉心神，她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心脏和肺都在肾上腺素的作用下歇斯底里地工作着。宝宝，救救我的宝宝豆豆！我的小豆豆，他的瞳孔是灰色的，我不知道他此时是否真的还有视觉，还是单凭一位母亲残存的直觉在寻找着自己的孩子。我顺着这方向望去，一根树干上一滩烂肉，是被撞碎的孩子，碎裂的稚嫩的血肉粘着襁褓，贴在了树干上，滴答的淌着粘稠的，依稀的能分辨出一只小小的手掌轻轻地展开着。一片枯黄的秋叶落在了这只小小的掌心，像这个无情的世界用最后一丝怜悯递给他这短暂人生的最后一件玩具。我看清了，已经卷曲变形的膝盖上有一张如此稚嫩的脸，他就是小豆豆吗？我看不清他的眼睛，但能看到他的双唇紧闭，是个倔强坚强的孩子吗？在生命的最后的一瞬也没有哭吗？为什么要让我在临死前看见这样的场景？还是我已经来到了地狱？妈的，还有个活着的，报警就麻烦了。男人捡起一块地上的保险杠碎片，胡乱地捅了下去，半米长的碎片顺着女人的锁骨处插了进去。他已经没有反应了，可还是睁着眼睛。男人的手被碎片割伤，咒骂着，在衣服上擦拭着自己手上的伤口。男人被这割伤刺激得更加愤怒了，猛地一脚踹向碎片。那块尖锐的半米长的碎片几乎完全进入到了女孩的身体里，从锁骨处直达胸腔。我挣扎着抬起头，用力睁大已经越来越难抬起的眼皮，灌木丛的叶片缝隙间是一张调笑的脸，他在笑。就在这一瞬间，我清晰地感觉到我自己胸腔里的什么东西碎裂了。那声音像轻轻掰断了一小块玻璃，既不清脆也不沉闷，噗的一声，就是这样的碎了。会是什么？我再也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神明了。如果有，他们不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事情毫无意义，毫无。11月3日大雨，第二次庭审，每次开庭都赶上大雨，是巧合吗？在这期间，谭氏企业的股票一路跌停，市值蒸发几十亿，谭家忙着回购股东和员工手里的股票，现金流已断裂。因为地处还未完全竣工的开发区，路口都还没有安装监控，无法确定肇事司机。除了我的口供，对谭凯唯一不利的线索还有法医报告。女性遇难者疑似未当场死亡，从锁骨上方刺入，直达胸腔，利器伤为致命伤。利器是一片碎裂的前保险杠碎片，碳纤维材质，但也仅仅是疑似，无法确认是人为刺伤还是车祸瞬间刺入遇难者体内。另一条对谭凯不利的线索是酒吧里和酒吧门口的监控，但只能证明他酒驾，无法证明事故时的司机依然是他。谭凯轿车内的记录仪存储卡丢失了。走进法庭的梁锦言让我眉头一皱，他剃了个光头。这段时间我很少关注案件的进展，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忙。期间曾经刷到过梁锦言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说要削发明志，不让真凶伏法，将永远以光头的形象示人，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干了。谭凯先生，请问9月9日夜间到9月10日凌晨你在哪里？你都调查了多少遍了，还问？请正面回答控方律师问题。谭凯不耐烦地长出了一口气。我在夜色酒吧和朋友聚会。你喝了多少酒？我不记得了，大概1-2瓶红酒，还有1瓶香槟。喝到几点？大概4点多。然后你就开车走了？对，我酒驾，我承认。梁锦言顿了顿，然后就发生了那起惨烈的车祸，对吗？对呀。哦，这之前还发生了个小插曲，旁听席上的惊呼声很快被小插曲3个字压了下去。我呀，开车开到一半，突然想起酒驾不好，我就把车停下了，等我的司机来替我。谭凯的脸上是玩味的笑。哼，可你的那个时间段和李旭东根本没有通话记录，我们事先约好的，他来酒吧门口接我，口头约好的。李旭东在哪里找到你的？就在金海路口。你明知道那条路还没安装监控，所以说在那里交接吗？我可不知道什么监控不监控。辩方律师从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说，气定神闲地喝着茶。那你车里的记录仪存储卡呢？存储卡？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弄过那玩意儿，要装也是司机装的。谭凯望向李旭东。李旭东，行车记录仪是你装的吗？是，买车的时候就装了。存储卡呢？我没印象，可能是一开始就没卡，我从来没查看过记录仪。审讯陷入僵局，现在唯一可靠的证据就是我的口供。如果不出意外，谭凯即将当庭释放。
休庭期间，辩方律师端着茶杯悄悄来到梁谨言身边。小姑娘，我也算是你的前辈，我就倚老卖老多一句嘴。这个官司咱们都尽快结束吧。真正的战场根本就不在法庭上。梁谨言不发一言，怒目而视。小姑娘，真正的仗在开庭前就已经打完了，我就是一句话不说，你也没有胜算。别为了一个案子搭上自己的前程和人生啊！梁谨言再次让我发言，但此时已经完全把我放在了对立面。陆程先生，我再次请问您自杀的原因是什么？与本案无关，我拒绝回答，是因为负债吗？我用沉默回应。据我所知，您在第一次庭审后有一笔80万的入账，这与本案无关，且涉及个人隐私。有关？我怀疑你收钱做伪证。为期3天的调查，结果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我卡里的80万元来自一位陌生人，经过调查，无法和谭家扯上任何关系。可在第3天却发现汇款人和梁谨言是个远房亲戚。梁谨言被另立案调查。经查实，梁谨言的一个远房表叔是汇款人，虽然还没有找到梁谨言受益的证据，但消息已经被放了出去。更可怕的是，梁谨言所在的律所，从老板到同事，包括他的大学同学，都开始旁敲侧击地发布梁谨言的负面消息。从日常细节的人品恶劣，到工作中的不择手段，梁谨言的大本营被端了。网上的舆论瞬间发生了反转。新人律师为赢下案子贿赂证人作伪证，控方律师曾用小号在网上多次发表过仇富言论。谭氏企业曾多次捐款贫困山区援助失学儿童。谭氏企业大公子被诬陷，只为打击其股价。遇难者怀疑是碰瓷失败，自作孽不可活。有为青年被碰瓷，纳税大户被坑，企业股价暴跌，受损的是一方百姓。万人就业企业被律师一己私欲坑害，恐造成数万人失业。而谭凯也一反常态，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发言替梁谨言辩解。一个刚就业的女孩子，有上进心可以理解，虽然采取了一些过激手段，还请大家原谅她，给她从头再来的机会，不要扼杀一个青年律师的前途。证人陆程应该是个抑郁症患者，人到中年，负债累累，穷途末路，相信任何人到了他这一步，可能都会接受这80万。我们并不比他高尚，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短短2篇小作文，不过100字，让谭凯摇身一变成了大义凛然的受害者一般，网上舆论呈现了一边倒的态势。再次见到梁谨言，他的目光已有些呆滞。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他打趣说道：“没想到吧？还有高手。”谭凯的操作并没有停止，他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我这找到个东西，想拿回去吗？谭凯手里的是一只小小的银锁，是豆豆脖子上的银锁，应该是因为撞击掉在他的车里的。银锁的扣完好没有断裂，所以能从豆豆的身上下来落到车里，只能是豆豆的头被撞掉之后发生的事情。想拿回去的话，就来参加我的新闻发布会吧。我和梁谨言都被收缴的手机，包括梁谨言的录音笔。我们坐在两侧，谭凯对着麦克风，对着台下的记者媒体，声泪俱下，涕泪横流。可坐在身旁的我们可以清晰地闻到他脸上的风油精味儿。撤掉麦克风和桌子，谭凯对着我们跪了下来，捂着脸痛哭着，又站起身和我们一一拥抱。台下的记者只能看到这些，完全听不到他在说些什么。他拥抱我时说的是：“小崽子，你乖乖的。”在梁谨言耳边说的是：“只要我想，今天晚上我就能让你出现在我床上。”临走，谭凯当着我们的面把豆豆的银锁扔出了窗外。这东西对我毫无意义，但我就是喜欢看你们愤怒抓狂又无能为力的那张脸。我和梁谨言都是满身的泥污，终于在杂草丛中找到了豆豆的遗物，那枚小小的银质项圈，那个小小的已经不会发出叮铃声的小银锁。梁谨言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心里，又搂进怀里擦拭着，贴近脸庞温暖着，仿佛银锁里面还跳动着豆豆那颗小小的心。梁谨言彻底情绪失控了，他连自己的敌人是谁，在哪儿都不知道，只能疯狂地厮打着我，在我的脸上抓出了一道道血痕。陆程，车祸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你还有秘密没有说，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我实话实说，你有把握让谭凯罪名成立吗？我没有阻拦梁谨言的厮打，只是在他的攻击中平静地问他。我有，我当然有。不，你没有，你根本还没意识到他们的手段，即便你可以坚持下去，你知道他们会对豆豆的家属那几位老人做什么？梁谨言冷静了些许，但依然愤怒地看着我。你能扛，我能扛，可那几位老人呢？如果他们下手，那几位老人经得住他们的手段吗？我可以替他们扛。梁谨言因为愤怒咬破了自己的嘴角。替？他们可以派流氓骚扰、殴打，你怎么替？可以上门威胁、恐吓、泼粪、刷漆、扮鬼吓你，你怎么替？这就是你做伪证的理由吗？就因为你怕这怕那。好，就算判他有罪，他能被判多久？10年？你觉得够吗？可你说过，他在车祸后还行凶杀人了呀，那是死刑啊。
即便加上动手杀人，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逼迫几位老人签下谅解书，会让凶杀变误杀，会证明在行凶前被害人已经死亡，会让死刑变无期，无期变20年、10年、8年。所以他就应该逍遥法外吗？即便是无期，今天他们可以找人顶罪，明天怎么就不能偷梁换柱？你真是有无数个理由替自己开脱，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才会让恶人有恃无恐。好吧，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他的所作所为，即便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你觉得足以抚慰家属的心吗？足以告慰豆豆一家3口的在天之灵吗？当然不足以。说完，梁谨言突然想到了什么，有些惊恐地看着我。你想干什么？我想干的事情，如果他真坐了牢，那我就做不成了。你要报复他？你想杀了他？不，我要让他长命百岁，而且每一天都无比清醒地感受着这个世界。你不可能做到。现在的局面对我们来说是死棋、死局。兴许吧，我只是个心理医生，我确实干不出什么杀人分尸的事情来。陆程，你如果想法外制裁，你自己也会坐牢的。我淡淡地笑了笑。别忘了，我是个打算去死的人，我没有后顾之忧，更没有任何畏惧，在死前发出一点点的微光，何乐不为？你到底打算怎么做？我想加入进来，这样的人死有余辜。没必要，你还有大好的前程。你需要帮手。我不需要，我不会虐杀他的肉体，我要让他毫发无损，长命百岁，每一天都活在地狱般的梦魇里。那你想怎么做？我想凌迟他的魂魄，11月23日暴雨终审。果然是这样啊，每次开庭都是这样，我不相信这是巧合，是暗示，是解放，是许可。许可我解放脑子里那非人的黑暗，那来自恶鬼的恶意。这许可并不来自神明，我已经说过我不再相信了。这许可来自豆豆一家3口，也来自魔鬼。不出意外，谭凯被当庭释放。李旭东没有喝酒，只是超速、危险驾驶，因情节恶劣，造成后果严重，被判有期徒刑3年。在庭审的最后时刻，辩方律师终于发言了，他放下茶杯，推了推眼镜，双眼泛红地发表了自己的结案陈词，令人动容。我是一位律师，但也是一位父亲，一位儿子，我首先是一个人。所以今天在这里，请允许我要先履行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责任，我只能放下自己作为律师的责任。我恳请法庭从重从严判罚，不得缓刑。辩方律师的老辣打得梁谨言体无完肤。第二天一早9点整，谭氏企业再次召开发布会，谭老爷子亲自登场，从轮椅上颤巍巍站起身，倔强地推开身旁人的搀扶，自己拄上双拐，踌躇一番，又扔掉了拐杖，整个人跌倒在地，痛哭长跪。原来谭凯的演技来自血迹献界。我对不起大家，我老谭是个罪人，我的司机也是我的员工，我要替他赎罪。我要拿出500万补偿受害者家属，我还要拿出5000万资助孤儿院、养老院。半小时后，股市开盘，谭氏企业的股票飞涨。直到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他们在借机收购股东和员工手中的股票，先借着丑闻打压股价，然后大义凛然回购跌成鸡毛的股票，不论股东还是持股员工，都被他们感动了。直到今天，大家才明白了他们的老辣与掌控全局，他们在变危机为契机，可惜为时已晚。此时的谭老和谭凯已经在自己的豪车里开启了庆功会，他们的眼角笑出了眼泪，比当初豆豆眼角的泪都要多。梁谨言进入了恍惚的状态，在终审的法庭上，在发布会上始终不发一言，双眼红得像恶鬼。发布会场外，我和梁谨言一起被袭击了，愤怒的人们扔过来了臭鸡蛋、石块、菜叶，还有刀片，更多的是扔向梁谨言的。毕竟她现在是花钱让人做伪证的仇富恶毒女人，我是收钱后惧怕法律制裁才说了实话的可怜虫。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星爷电影里被人们扔垃圾羞辱的画面，被人群殴的画面，我觉得很好笑。我是说这个世界很好笑。一身狼狈的梁谨言面前走来几个人，是他们律所的老板和同事。他们递给梁谨言一张纸，是一张解聘通知书。接着这几个人面向人群和记者开始振臂高呼，他们斥责着，义正辞严，他们咒骂着，横眉立目。他们没有放过宣传自己的机会，他们在谭氏企业的危机运作中有样学样，学会了精髓。梁谨言约了过去，我一路拖着他来到角落，我的嘴角是压不住的笑。记住这些时刻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每次试图唤醒自己残存人性，就此罢手的时候，都要回忆起此时此刻的画面。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梁谨言似在梦中隐语。不可以，你到底打算怎么做？让我加入进来，我要替豆豆一家报仇。我叹了口气，现在好像已经无法劝住他了，他的疯狂与仇恨似乎并不亚于我。你为什么还不动手？你不动手，我来。我要做的事情可能有点复杂，需要时间来准备。你少骗我了，你就是个逃避的、自欺欺人的懦夫。听说过幻之吗？我小声的、轻柔地问。12月15日，怒晴。冬日的阳光虽不灼热，但明亮刺眼的白色光芒像要洞穿一切，整个城市一片惨白。时值黄昏，
今天的太阳却迟迟没有落下，像不舍错过一场盛大演出的序幕。我在酒吧偶遇了谭凯。哎，这不是小崽子吗？咋着？不想死了呀？艾玛，这谁呀？谁呀？这大秃脑壳子。谭凯伸手掀开了梁谨言的帽子，梁谨言在我身旁胆怯地躲进我的怀里。卧槽，你俩搞上了呀？可以呀，小崽子，你放尊重点，她现在是我太太。够快的呀。闪婚呢？那一家三口给你俩牵的线呗。谭凯找到了比 table dance 更有趣的东西，招呼身旁的狐朋狗友们上前。你要是敢动他，我跟你玩命。玩命？你的命值几个钱？怎么，那80万花完了？谭凯伸手拍打着我的脸，告诉你小子，别说动他了，我说过，只要我愿意，我随时能让他出现在我的床上。谭凯，你别以为我不敢动你。我掏出手机，翻找着，打开一段视频，举给他看。谭凯细斜的脸陷入了抽搐。那是我在车祸现场，在施工壕沟里昏睡过去前打开的手机录像。画面只有灌木丛中的一片树叶缝隙，但记录下了谭凯的所作所为。我迟迟没有拿出这份录像，在法庭上没有，被诬陷打压羞辱的时候都没有，因为这东西是垂钓的饵。画面里，谭凯与女伴调笑着，淡然地点燃了一根烟，用女伴的手机打电话。打电话时淡然轻笑，随手摆弄着机盖上豆豆的头颅，挂断电话，随手将抽剩下的烟头塞进了豆豆的嘴里，觉得有趣。掏出手机拍照，你想要多少？说个数吧。谭凯的脸色短暂的错愕狰狞后，很快恢复如常。想谈，跟我走。吃，小崽子。12月15日夜，大风，狂风把夜空吹得没有半丝云彩，星月齐明，将建筑与树木打出影子。此刻的城市亮得如同郊野，呼啸的风声像恶鬼的口哨。我周密的计划出现了意外，谭凯如约而至，但我低估了他的凶暴与张狂，他压根没有谈的兴趣，他根本不怕这种威胁，即便是铁证，他似乎也有把握摆平。没等我给他下药，他袭击了我。梁谨言被谭凯按在了桌子上。还尼玛正义，还尼玛报仇，我让你报仇啊！报仇啊！报仇！报仇！报仇！我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被轻易戳破，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只眼睛肿胀得无法睁开，另一只眼睛也只能睁开一条窄缝。我透过这条窄缝看着眼前的一切。谭凯似乎格外享受这种感觉，他久久地注视着墙上我和梁谨言的结婚照，动作愈发猛烈。实话告诉你，那天我根本没喝酒，哈哈哈哈！谭凯没有停下动作，陶醉地说着。我不说我喝酒了，就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换司机。其实我就是跟那娘们吵了起来，我心情不好，心情，他妈的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谭凯把擦拭过的废纸扔在我脸上，蹲下身子，满脸笑意。刺激不？还尼玛威胁我，你他妈电影看多了吧？谭凯拍打着我的脸。草芥蝼蚁，踩死你就像捏爆一个草籽，踩死一只虫子一样简单。还有备份吗？没有，你别以为我怕这玩意，你要是有备份，你们都得去见那个叫啥来着？豆豆。谭凯删除了我手机里的视频，走到门口，又意犹未尽地回头看看身后的梁谨言。真带劲，我他妈还得再来一次。正是他的这个决定给了我翻盘的机会，我挣扎着爬起身，从身后偷袭了他。绑好谭凯后，我给梁谨言也戴上了一副自制的手铐。为什么要铐住我？你想做什么？梁谨言脸上的泪痕和脸上被谭凯殴打的血还没有干，以后你会明白，对不起让你遭受这一切，我会连同豆豆一家三口的份百倍奉还。12月16日，阴转小雪，冬雷阵阵。大风过后，没有出现预期的晴朗，不知从何而来的乌云悄然降临，日出时间早已过去，城市依然笼罩在黑暗之中。走进房间，出现在眼前的是全裸的谭凯的背影，正漂浮在空中。一只巨大的直立起来的玻璃缸，上方有一个小孔，比脖子略粗，比头小。谭凯已经被我扒光，一丝不挂地挂在缸中，头被固定在了圆孔上方，整个身体悬挂其中，脖子被他自己的体重拉得很长，看着随时都会断开。缸中实际悬挂着2具身体，除了谭凯自己，在他的身前还有一具和他一模一样的身体，是假体道具，我做的。但他被卡住后，高高昂起的头看不到这些。在缸的正前方是一台小型摄像机，在他的面前是一块显示屏，正对着他的脸。你看过一部电影吗？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我为梁谨言倒了一杯咖啡，轻声地问他，看过，怎么了？梁谨言的声音有些颤抖，他的双手依然被铐着，但比普通的手铐中间的连接锁链要长一些，基本不影响日常简单的活动，但手腕处还是一圈红印。他捧着咖啡，指尖依然紧紧握着豆豆的银锁，就在几分钟前，他还在信誓旦旦地要用这把银锁勒死谭凯。可此时的梁谨言被眼前的画面震慑得有些惶恐。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我设计的素描草图，图中2具悬浮半空的身体，像飞升。
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里的一个设定，那就是人生发生的一切都是有因由的。那个男孩生活中经历的许多细节，刚好拼凑出了无数难题的答案。我拉过一把椅子，示意梁谨言坐下。我有印象，梁谨言在椅子上坐下，双手捧着咖啡，像握着救命的稻草，身体绷得很直。我也是突然发现，我的经历，整个人生的经历，好像都是为了今天。我大学学医，迷上了心理学，立志成为一名心理医生。可后来我辍学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在研究了许多心理学案例后，陷入了一种类似抑郁的状态。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后来呢？后来我做了一份完全不相干的工作。经过朋友介绍，我去了剧组做道具师。道具师？哦，对了，你也认识他，咱们同班同学。我从小就爱做各种模型，他看我手巧，介绍我去做各种小道具。那和今天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我做的。我有些骄傲地望着空中悬挂着的那具假身体。你想干什么？幻肢。我听说过这个词，但不太懂。幻肢最开始是残疾人的一种生理现象，比如在一只手受伤截肢后，总是可以感觉到这只手，包括疼痛感，似乎依然在受伤的过程当中。为了治愈他们，终于找到了办法，那就是用一只假手，不断地在他眼前演示治疗和截肢的过程，让他的大脑接受已经失去这只手的事实。梁谨言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重要的是，在研究实验中发现，健全人也会出现这种现象，那就是挡住你真实的手，眼前放上一只假手，然后不断地对真手和假手相同的触觉，例如用小刷子刷、胶水、抚摸、刺痛等等。在身体接收到了足够的信号后，用锤子砸向假手，这个时候真手会出现极其真实的疼痛反应，甚至出现红肿。而在内心里，更是和受到了真的锤击毫无区别，虽然他的手并没有受到任何真实的伤害。梁谨言似乎明白了我的计划，这就是你说的凌迟他的魂魄。另一个更加有名的实验，用冰划过死刑犯的手腕，实际并没有流血，但让他听见水滴声。没过多久，死刑犯死亡了，尸检状态非常类似失血性死亡。你打算用这种方式处死他？当然不会，我要做的有趣的多。我掏出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盒豌豆的种子。12月17日，暴雪，像能掩盖一切的暴雪，像要掩盖一切的暴雪，连过去和未来都能掩盖。我按下遥控器，谭凯眼前的屏幕亮了起来。打开钢体一侧的小玻璃门，可以把手伸进去，里面有我设计的联动工具，如同幻肢实验一般，可以同时对假体和谭凯的身体进行同步的抚触。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梁谨言被自己的喉咙哽住了，幻肢感只能维持几分钟，而我的计划需要至少3天时间。为此，我还需要一个道具。我拿出了另一个大一点的盒子，这又是什么？这是我花了很大功夫才搞到的道具，树叶，金皮树叶。它有什么用？在2战中，曾经有名士兵在野外解决后，用这种树叶擦拭身体，痛不欲生。会非常痛苦吗？非常。我不知道这种痛苦的级别，只知道他最后用枪轰掉了自己的脑袋。别误会，我不是要疼死他，只是用这种树叶的轻微接触造成的疼痛与痛苦感，让幻肢的效果更持久，让他以为豌豆在他的身体里生根发芽。梁谨言跑向水池，剧烈地呕吐了起来。他听不见吗？我用蜡封住了他的耳朵，只要说话声音不是特别大的话，他听不清。另外，喉咙我打了松弛针，他说不了话，也无法咬舌自尽。梁谨言看我的眼神在不断变化着。长达1小时的同步抚触后，我用手术刀切开了假体的手臂，而谭凯身体真正的手臂正被一小片金皮树叶轻轻地擦拭而过。他的喉咙发出痛苦的呻吟。1粒、2粒、3粒，豌豆的种子被我放进了假体的手臂里，这一切都在屏幕上显示着，谭凯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眼球剧烈地颤抖着，整个身体抽搐不止。假体的血肉模糊，如果直接用肉眼看的话，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可通过摄像机的拍摄和再传到谭凯面前的屏幕上，再加上他的精神状态，他不可能看出真假。接下来要怎么做？等豌豆发芽，等蚂蚁筑巢。蚂蚁筑巢。打开罐子，一群黑漆漆的小精灵探头探脑地爬了出来，左顾右盼，打量着自己的新家。如果真是淋漓的血肉，蚂蚁一定没兴趣，可加了白砂糖的方便面碎屑就不同了，它们欢快地忙碌，爬上爬下，进进出出。谭凯的身体开始疯狂地扭曲，脖子被拉得越来越长了。为了防止脖子断掉提前死亡，我不得不对钢体临时进行改造。8个固定点，8条皮带，以同样的方式固定住了他的四肢和假体的四肢，呈大字形悬挂，分担了部分脖子所承受的重量。你为什么要自杀？梁谨言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做了一段时间道具后，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在剧组里打工，后来因为一些事情自杀了。我突然觉得我应该为这些人做点什么。我为一些人提供心理问题的援助，我静静地听着他们诉说，可后来我发现他们内心里所有的黑暗全都涌向了我。所以你不堪重负？不完全是，我发现病的并不是他们的心或者脑袋，而是这个世界。他们内心里的黑暗魍魉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我却无能为力，
而我更无能为力的是这个世界。那么多人的黑暗的经历或者内心，都在我的脑袋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我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脑海中充斥着变态、扭曲、残暴、摧毁一切的想法。你只是太善良了。梁谨言扶住我的胳膊，打断语速越来越快的我。我喘息着，与梁谨言相拥。这是什么？我隔几个小时就会为谭凯注射。梁谨言看着我手里的药瓶问：盐酸派甲酯、丙泊酚、依托咪酯，这些东西有什么用？通俗的讲，可以笼统的叫它们为清醒剂，防止他晕倒，不让他睡觉，提高专注力，全心全意的感受此时此刻。我从梁谨言的眼神中读到了一丝恐惧，对我的恐惧。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麻烦？直接发誓要谭凯不得好死的梁谨言看着谭凯承受的折磨，似乎动了恻隐之心。任何身体上的伤痛都是可以被治愈的。如果我真的在他双臂上种上豌豆，双腿被蚂蚁啃食，他都有被治愈的一天。可精神上的、神经系统的，他将永无宁日。对于已经泯灭人性，视他人生命如草芥践踏的人，死从来都不是惩罚，而是解脱。12月19日，霾。正午依然像朦胧的夜空，这个世界好像从来就是这样，晴天只是一个梦。豌豆已经在假体手臂里生根发芽，蚂蚁在小腿和大腿上日渐繁荣。谭凯已经不会挣扎了，筋皮树叶的痛苦都无法让他挣扎扭动了。一个活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没有外伤内伤的情况下，瞳孔扩散了，可以放他走了吗？梁谨言这几天已经瘦了一圈，这样的场景远远超出了他的心理负荷。还差最后一步，把谭凯的清醒剂换成麻醉剂后，我打开了旁边的另一扇门。这里是我花费最多时间和精力的道具，里面是我1比1复刻的谭凯的卧室。这里复刻的并不好，许多细节都会穿帮，但谭凯已经3天没有睡觉了，再加上豌豆和蚂蚁，现在的精神状态不能分辨出真假了。我要让他在这里醒来，以为自己得救了，然后呢？然后再醒来，再次回到这个缸里，如此往复，直到我真的放他回去后，他躺在自己的床上，他的魂魄也依然在这个缸里。梁谨言没能说完这句话，再次呕吐了起来。可以帮我解开吗？梁谨言举起手上的手铐。不可以。你不会是对我也打算做什么吧？梁谨言的肩膀微微的颤抖着。最后的谢幕演出，我打开了最后一个道具铁线虫，我在谭凯面前展示着，然后放入了假体的肚脐。他的身体已经不会扭曲了，只会肌肉反射的颤抖。够了，你是魔鬼吗？这句话在我脑海中响彻过无数次，终于从梁谨言的嘴里说了出来。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自杀了吧？我长了个魔鬼的脑袋，却偏偏还有一颗人心。现在你怎么打算？自首吗？毕竟他的身上没有真正的伤口，你也没有勒索钱财，应该不会判太久。我笑了笑，你觉得我这样的人，我能做出这些事情的脑袋，我能想出这些的脑子，真的应该活下去吗？梁谨言看了看这个实验室和缸里的一切，不再说话。12月21日，又是一场大雪。世界在大雪后好新的像一切都能从头来过一样。我的房间里有监控，警方调取监控后发现梁谨言全程戴着手铐，被限制自由，他逃脱了共犯的罪名。谭凯在被医治了1个月后，终于可以说话了。他疯狂地抓着自己的手臂，说里面有种子在生根发芽，有豌豆在里面慢慢的生长。他疯狂地抓着自己的双腿，找人要刀，要切开自己的腿，把里面的蚂蚁取出来。他想用手指抠进自己的肚脐，说里面有虫子正在啃食他的身体。他说自己的身体里是无尽的疼痛，可医生没能从他的身体里找到任何伤口和伤害。即便已经从监控里知道了我的手法，可依然束手无策。为了防止他继续伤害自己，他被穿上了束缚衣，双手和双腿被捆在了床的四角，呈大字形。在他的卧室里，他又恢复了当初的姿势。他早已模糊的眼光看了四周一眼，突然陷入癫狂的笑。他以为自己又回到我的实验室里了，和我计划的一样。他的余生都将在这里度过，他的余生都将在豌豆的根须生长、蚂蚁啃食和铁线虫的钻探中度过。谁也帮不了他，谁也救不了他，谁也治不了他。他的父亲不会让他死，会让他的肉体健健康康、长命百岁，而他的魂魄将永远沐浴在我为他点燃的炼狱烈火之中。我的实验室里燃起了大火，我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安然地躺着，没有挣扎，没有蜷曲。解剖我的法医说这不科学，人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不可能如此的安然，肌肉和身躯都呈放松的姿态。他们不知道的是，烈焰的灼烧真的不及这世界的残暴。梁谨言没有试图救我，让我去死才是对我最大的尊重。他理解我了。临别时他对我说，我长了个恶鬼的脑袋，菩提的心，所以才会这么痛苦。我甚至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梁谨言收到了我提前录制好寄出的 U 盘，我想和他聊聊，在死后和他聊聊，真正放松的聊聊。并不高清的画面把我的脸又带到了梁谨言的面前。谨言，你好，聊点什么呢？画面里的我挠了挠头。听过一首儿歌吗？那天车祸前，豆豆一家从我身旁经过，当时妈妈抱着豆豆给他唱的歌。我模模糊糊记得了几句歌词。
我问了许多人，在网上到处查找，都没有线索。以后你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找找看。这首豆豆妈妈唱给豆豆的歌，我记得歌词好像是我轻轻地唱了起来，我的嗓子像被火烧过，干涩难听。妈妈带你去看未来，未来那么美。爸爸带你去看明天，明天让人醉。妈妈带你看云朵，云朵多自由。爸爸带你去看山巅，山巅丰柔。我的宝贝啊，这是你的家。我的宝贝啊，这就是人间啊！不，这里才不是人间。夜叉，恶鬼道，生性凶残，迅捷凶暴，以鬼为食，生旦鬼，鬼神惧之。终年与修罗为敌交战，是年修罗与天不开战，不敌天，行将灭族。残战，修罗被围，天际黑云现，桀极迅猛，獠牙撕咬。夜叉倾全族之力，向天部发起自杀式冲击，击溃天部，救下修罗。夜叉族全族尽灭，夜叉王只身远走，遇一僧，割肉似虎。夜叉王笑，斩僧一臂，问僧悟否？僧曰否。斩僧一族，问僧悟否？僧曰否。